现在买入比特币依然有利可图吗？为什么说这轮山寨季会是有史以来最小的山寨季？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在最近出现了 Hash Ribbon 哈希纽带的买入信号，尤其呢，我们在日线级别我们在最近呢也有出现了。我们大概在10月16号的时候它出现了。那当时的价位呢，大概是在67000多左右，其实跟现在的价位并没有差距到太多。但其实这个价位买入比特币呢，虽然说它当然价位不好了，因为对比可能像我们频道很多观众，他可能是在1万多、2万多这样子的均价买的比特币，你现在买入的比特币当然相对来说是贵的，但这个位置呢，它依然可以为你产生出非常不错的利润。我们可以先把图表呢，我们先回到周线级别，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每一轮牛市呢，哈希纽带出现信号的时候出现买入信号的时候，还有牛市周期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观察比如说我们上一轮牛市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最后一次出现买入信号当时的位置大概在2万左右那我们都知道嘛，上一轮牛市我们最高是到了6万9最高到6万9那即使我们在2万呢到6万它依然是有3倍的收益当然实际上没有办法到那么多，但是依然是非常非常不错了。那我们在出现顶部的时候呢，或者说相对顶部的位置就比如说我们在5万以上这个区间或许5、6万这个区间，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出现哈希纽带的买入信号的，因为矿工根本不会投降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我们要出现买入信号呢，是需要先有矿工投降，矿工投降，并且他们继续恢复算力之后，开始购买更多的矿机，然后恢复算力，算力提升之后，我们才会出现买入信号那我们在顶部的时候呢，或者说牛市的顶部，它是不会出现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呢，在519过后比如说我们在3万多3万左右，它又有出现买入信号，然后我们后来呢，又一路涨到了6万9。我们可以复盘每个牛市呢，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你还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2017年牛市的时候呢，我们最后一次出现买入信号是在600左右5、600。那我们最后最高点居然是可以直接到2万2万然后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出现买入信号的时候最后一次大概在17块，那最后比特币是到了1200所以大家可以去相比较一下其实从比特币的设计上面来说呢，我们在牛市顶部的时候，它本来就不会出现这种哈希的买入信号。那我们现在出现的，或者说我们附近出现的，我们附近的这个价位它有出现过，那就表示我们这个价位呢，它距离牛市顶部它依然有非常长的一段距离因为我们在牛市顶部它不会出现买入信号它本身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想想看当我们在牛市顶部的时候，如果出现买入信号，那就表示我们在牛市顶部附近有出现矿工投降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一旦我们在连牛市顶部附近都出现矿工投降的话呢，那么这些矿工他们就会没有信心去恢复他们的算力。其实我们在每轮牛市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呢，它都会远远超出矿工的成本，那矿工这个时候它才会产生很多的获利。那其实比特币从创立至今呢，比特币的价格一直上涨，然后挖矿的难度呢，当然也会随之增加，因为所进入挖矿产业的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竞争了，然后这个算力呢越来越高，你所需要的这个成本资金越来越多，这才会让整个比特币的生态呢持续成长。那当时比特币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我们到了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比特币它即使在牛市顶峰的时候呢，我们依然出现了矿工投降，然后算力不断的减少，然后原本应该去中心化的比特币呢，它变得越来越中心，毕竟挖矿的这个算力越来越少了，矿机越来越少了，那么比特币就会慢慢走向消亡。其实比特币从当初设立至今呢，从它的比特币白皮书还有它的程式码，其实它本身的设计只有2种可能，比特币要不就是一直上涨，一直上涨，只要它还存在，它就会一直上涨至少从长期来看一定是这个样子，要不然比特币它就会归零。它当时的设计就是这样子。那当然，现在比特币呢，看起来它就是往一直疯狂上涨的这种路径在走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它居然还可以再出现比特币哈希纽带买入的信号，那就表示此处它依然会是一个不错的价位。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切小一点点我们来观察一下目前的比特币呢，它会不会在这波上涨它就直接产生突破。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在周日的时候它有小小的拉升大概1%左右，其实确实不是很大。
虽然说呢，我们之前有讲过，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它一旦震荡越久，其实对于这波多头的突破来说，它确实是越不利的啊，这个不得不承认。那我们也已经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拖了2-3个礼拜了，正迈入第3个礼拜，确实对多头越来越不利了。可是我们绝对有续命的机会，因为我们的 ETF 它还有在持续流入，我们的 ETF 流入它并没有中断，而且是巨量的连续的流入哦。那我们对于多头来说啊，我们在66000确实很重要，那现在也还没有破啊，那反而是我们接下来呢，会不会如果多头要有机会的话，或者说多头的赢面要更大的话，它一定要突破趋势线啊，这个趋势线必须破掉。那再来就是我们必须把原本的互换给破掉，大概在68000左右。如果这个双重位它有产生双突破的话，那我们的多头呢，它这个机会就会变大。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而且这是有限时间的，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点击链接。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Bitcoin Dominance。我知道大家现在都非常在意什么时候比特币或者说什么时候加密货币行情会迎来山寨季的爆发。当然了，每轮牛市都会有，那这轮牛市其实目前是还没有出现的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至少从比特币之外的这些币种呢，包含以太坊，目前的走势其实都是差强人意的。至少从整个趋势来看是这个样子。那当然有个别的，那我们就不讨论了。好，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从 Bitcoin Dominance 来看呢，我们每一轮山寨季的强度呢也是在减小的。这种观点呢，其实我目前是没有看到有人提出过。我们都知道嘛，比特币每轮牛市它的涨幅都在减小，这个问题相信不大。像我们这轮牛市肯定涨幅会小于上一轮的。我们2025的牛市会小于2021年的，我们2021年的牛市会小于2017年的，2017年的牛市会小于2013年的这个大家都清楚，大家也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图表，其实我们还可以整理出另外一个规律或现象，就是每一轮的山寨季的强度也是越来越小的。山寨季就是2017最强，2013还没有，因为2013那个时候其实除了比特币之外的发展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连当时比特币都不稳，2009年才有比特币的。那当时2017年算是第一轮的山寨季，这一轮会是最大的。我们2021年一定比2017小，然后我们2025年我相信也会比2021要来得更小。这其实我们从 Bitcoin Dominance 就可以观察到了。当然这个大小它是相对的。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的 Bitcoin Dominance 我们直接从97%，然后一路下探到了35%，这相当于有接近65%的转移，也就是有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值65%转移到了山寨币身上。那这当然会是非常非常大的利多，这对山寨币来说会是很大的利多，也就是在同样的时间呢，你持有山寨币会相对于比特币要来的更有效益。那我们再看我们2017年我们再看2021年，2021年的时候呢，其实山寨币当时也是走得非常猛，如果你当时在市场上的话，但是呢，我们整体山寨季它的市值的转移呢，其实就小很多。要知道，我们第一次是65%，转移了65%，第二次只剩下45%，我们从73一路跌到39，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底部它是没有再创出新低的，它没有创出新低。我们上一次就是40%铁板，到了40%，它就是很铁的底部了。那我们上一次最低还有到35那我们这一轮呢？其实我们这一轮呢 ，Bitcoin Dominance 我相信它是没办法破前高72左右。我们现在大概在60左右，其实60它的往上的阻力呢，其实就已经很强劲了，大概在这个位置，大概在60左右，其实就非常非常强劲。我相信最后很有可能最高点呢，也就是在60附近。那如果我们往下的话，它其实最多，即使我们到了前面的低点它也只会产生大概35%的转移而已。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减小很多了。你看我们2017是65，对不对？这里65嘛，那我们2021是45，65、45，
那我们这次很有可能只剩下35%的转移甚至更小。所以我相信从这种历史规律我们可以做出一点准备，因为我们毕竟这轮牛市，我们的 Bitcoin down 的时候，它确实是要达到前高，那非常非常困难。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在最近一直强调比特币现货 ETF。我们都知道这轮牛市是 ETF 牛，不过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对于 ETF 的威力是没有数据或对比的，因为我们在传统上是并没有 ETF， 我们是到了2024年1月才有的。对于新入场的人，他可能会比较不熟悉。我们在2024年的1月11号 ETF 上市之前呢，我们主要都是在交易所做交易，或者说做这种 OTC 交易，就做场外交易。那我们有办法分析的，其实就只有场内的，就是在交易所做交易。那我们要知道像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交易所的比特币的筹码是有大概60多万颗。那你要知道我们经过了这10个月左右，贝莱德光一家的比特币筹码呢就有40万颗，就一家那你更不用讲其他家。当然交易所也有很多其他第2、第3、第4、第5大的，但是 ETF 它的整体的规模跟传统的交易所去做比较呢，其实 ETF 它的参考性绝对不亚于传统的交易所所出现的一些量能等等的数据这也是为什么 ETF 它会变得这么重要。我们来看看比特币现货 ETF 和传统金融的 ETF 所做对比。传统金融 ETF 也就是在美股做交易的这些 ETF， 我们可以看到呢，在2024年目前有575档新的 ETF 上市，那前30名里面就有14个流入量最大的14个是跟比特币还有以太坊相关的，也就是比特币 ETF 它在传统金融市场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可以看到还有其他数据，我们在过去的4年里面上线了新的1800档的 ETF， 其中最成功流入量最多的就是贝莱德的比特币现货 ETF， 它总共流入的资金大概是200多亿的美金。目前我们净流入全部的 ETF 净流入大概是220亿左右。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贝莱德一家就流入了这个超过220亿呢？因为有流入也有流出，像是比如说像灰度就在流出。那比特币现货 ETF 其实拿到我们传统币圈，比如说跟交易所比较的话，它的重要性呢，绝对是不容小觑的。那它如果跟传统金融去做比较，就是这些做美股上面的一些交易对ETF 等等的去做比较，它也是非常非常强势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认为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